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当你觉得努力没用时，请看看赵丽颖。戏剧中的她是敢爱敢恨的绝对女主，大众印象中的她是甜美可人的邻家女孩，生活中的她是在光阴中逐渐成熟的优雅女王。双引号360行，行行出状元。任何行业走向顶端的路都是艰难的，谁并不比谁容易。赵丽颖产后复出了，重新回到大众视野的她似乎变得有些不一样了。有人说她终于强大了，不脆弱了；有人说她苦尽甘来，从丫鬟终于成为了顶流女王。但重翻赵丽颖的新浪博客，我发现这个出身并不高的普通姑娘似乎并没有一些人想象中的脆弱不堪。中专毕业后的赵丽颖做过空姐、端盘子的服务生、发传单的美容院销售、公司文员。荣誉更像是一块敲门砖，只是将这个普通出身的女孩引向了人生的转折点。她在电视剧《苍穹之卯》中饰演周一围、于少群的妹妹，在《大内低手》中饰演徐峥身边的女侠，以及在各种耳熟能详的电视剧里饰演主角身边的配角。在《锁清秋》里，赵丽颖演安以轩的丫鬟，虽然只是个小角色，但每天晚上她都会去找主演安以轩对戏。翻看赵丽颖的博客，你会发现关于自己的7年配角生涯，字里行间并没有那么多的迷茫和怨气，相反，似乎从那时起他就对自己想要取得的位置有着强烈的渴望。他大方地袒露心声，一想到未来我会在哪里，是什么位置，是否笑得美丽又不羁，我就明白当下我该怎样取舍。双引号说下这话时，赵丽颖距离想要的主角戏份仅仅不到1年了。她那时不知，在陆贞传奇到来之前，漫长的磨砺其实早已在暗中为他铺垫好了一条完全崭新的道路。终于我接到了《陆贞传奇》这部戏，那时候光看剧本就足以让我热血沸腾，因为我不仅是看到了角色，也看到了自己当时的状态，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剧里的陆贞没有人看好她，但她最后还是凭借了自己的努力和坚持，证明了自己。双引号赵丽颖将自己完全投入到了陆贞这个角色里，她在演陆贞，亦在演自己。当时大女主剧还很稀缺和新颖，《陆贞传奇》一炮而红，让大批观众开始搜索和讨论这个姑娘。原来圆脸也可以演主角。双引号原来赵丽颖还演过情格格。双引号诸如此类的声音整日充斥在赵丽颖的耳边，她才发现自己人生的第一个坚持，演主角，真真正正的实现了。赵丽颖是一个很把自己当回事儿的人，但回归内心，与自己的未来对话，她又有一种天生的敏锐。她对实现自己的目标有着极度的渴望和坚持。从陆贞开始，主角之路并没有想象中的轻松，实际上几乎都是泥泞和汗水铺就的光芒。但他没有多坑过一生，他感受到的仍然是演戏带给自己的愉悦感。他说，这样个性鲜明的角色仍在不断增加，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的明兰，成为去年最炙手可热的古装剧女主角色。媒体问他，这些年你这么辛苦是为什么？他说，可能我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所以我不会觉得累，也不觉得辛苦。我想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我想实现自我价值，我想拥有丰富多彩的人生，我想让自己过得更好。我希望在这时代留下属于我的印记，我想试图改变这个行业某些规律。双引号台下的观众频频点头，他穿着白色衬衣，在台上露出那种虽然我出身低，但我不自卑，也不妨碍我拿下我想要的倔强劲儿。他大大方方地告诉所有人，别把自己不当回事儿，如果连你自己都不肯为自己拼一把，那更没有人会帮你。在否定中成长。成名后，
赵丽颖曾深陷流言蜚语中，确实，人无完人，是真是假，这里不做过多辩驳。但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了她身上一种很可贵的能力，她总能很好的吞噬和消化负面消息，不解释，不辩驳，不会说那就干脆不说。刚开始是大家觉得她形象不大气，袁莲怎么能演女主角呢？袁莲也能演美若天仙的人设。赵丽颖不服气，她不明白一个演员的价值为什么要因为脸型而被定义，她只能默默地在每个角色上下功夫，等待机会出现。当观众终于接受了花千骨、薛珊珊之后，新的声音又来了。她在综艺节目上说话太耿直，网友还称她为赵小刀。身边的朋友和她说：“小赵，不会说话的人，在娱乐圈是混不下去的。”双引号。赵丽颖觉得，既然自己不会说，干脆就少说，甚至不说。我可以用行动的力量去战胜一切，我可以做给你看，用作品说话。双引号。这个世界上，每天从别人嘴巴里说出的东西太多了，我没有办法去阻止别人说什么。我觉得如何让别人闭嘴才是我的本事。双引号。我要脸，要强，我会让自己做到最好，让他们闭嘴。双引号。不消费拍戏辛苦的人设，更不愿意消费出身低的逆袭人设。很多人都知道，赵丽颖出身普通家庭，学历只有中专，早年还做过销售。但这样的出身并没有让她感到自卑，相反，在各种公开场合中，她从不避讳谈自己的家庭。她在星空演讲上坦言：“我出生在农村，祖辈都是农民，但就是这样的农村生活经历，磨练了我坚强的意志，也造就了我坚韧顽强的个性。正是这些经历，成就了今天的我。”双引号。我从不在意自己出生在哪，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人把农村出身作为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双引号。他做人很明白，也很理智。我不苦，不悲情，任何一个行业都很辛苦。我更希望的是，大家能够感受到具有行动力的正能量。我希望大家看到我在过程中又做了什么，我为什么能有今天这样的成绩。双引号。什么是出身？不在于家庭的富裕贫穷与否，在于家庭教养和氛围。你的每一分财富都是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变现。当你不为他人的否定，勇敢做自己，才会真正成长，慢慢积累到能与你相匹配的财富。从容蜕变，为自己发声。我经常用大智若愚来形容自己，虽然经常有人说我笨，但是我认为真正的聪明是不会经常表现在外面的。双引号。那时候，他习惯将一些东西隐藏，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缺陷或锋芒。一路走来，很多事情他不是不会发生，而是懂得什么时候发生。2年前，他信誓旦旦地说：“我想试图改变这个行业的某些规律。”现在，面对不公平现象，他终于有底气站在风口浪尖上，公然指责。时尚芭莎这样评价她：戏剧中的她是敢爱敢恨的绝对女主，大众印象中的她是甜美可人的邻家女孩，生活中的她是在光阴中逐渐成熟的优雅女王。双引号。时至今日，赵丽颖已经和众多普通人拉开了相当大的一段距离，从容实现了蜕变。但回望过去，学历低、长久的配角生涯也是事实。当有人依旧在喷赵丽颖的同时，他们或许并不记得，如此高的国民度并不是突然出现。如今，国剧顶流女主的身份的实现，不过都埋藏在了过去的一朝一夕。她不是突然出现，她是一路走来。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做1-2年很简单，要为一项热爱的工作付出10年、20年，需要的不只是勇气。双引号。360行，行行出状元。在任何行业，走向顶端的路都是艰难的，谁并不比谁容易。
电视剧有匪的原著中有这样一句话：愿你在冷铁卷刃前，得以窥见天光。双引号，20几岁很珍贵，经历过为一些事伤身闹脾气的阶段，我发现有些人真的不必理，有些事真的不必费心神。当说话得不到回应，便不必再多言。拿不到的，我亦不贪。自己的身价必须不断做加法，冗杂的人事可以做减法。一想到未来我会在哪里，是什么位置，是否笑得美丽又不羁，我就明白当下我该怎样取舍。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赵丽颖姗姗来了，吃货小资女恋上霸道总裁，成经典维系增肥5公斤，流量破80亿。国内顶流女神赵丽颖与男星张翰2014年合演《姗姗来了》，两人凭借霸道总裁与吃货小职员的甜恋剧瞬间爆红，不但当日首播流量就破亿，至今累积超过80亿的网播量，这几年更在国内各大电视台重播超过上百次，现在也正在 Netflix 播出。原本身形消瘦的赵丽颖，当初为了演活爱吃的女主角姗姗，增肥5公斤，相当敬业。姗姗来了改编自顾漫小说《姗姗来吃》，故事描述善良可爱的女主角姗姗，赵丽颖饰演因为罕见血型而被邵聘进大企业丰腾，一次为总裁妹妹捐血后，获得总裁张翰饰演亲送猪肝饭的嘉奖，两人也在一来一往间逐渐喜欢上对方。该剧男女主角的感情萌芽是从吃饭开始，总裁对于姗姗每次吃到美食都会笑眯眯的样子印象深刻，赵丽颖也为戏增肥，更贴近角色设定。相较一般女明星变胖就被骂，赵丽颖出演的姗姗圆脸更显得亲切，而且依照原著设定，姗姗是个平凡女孩，赵丽颖的增肥刚好增添邻家女孩的气息。顶流女神赵丽颖不止一次为戏改变体型，她2017年演出个人生涯最佳流量代表作《楚乔传》，为了符合女主角一开始的饥饿奴隶身份，快速瘦下5公斤。果然前几集一出场，立刻震撼所有观众。该剧光是播出期间就已突破300亿网播量，最终更以突破400亿网播量作结。赵丽颖的瘦身秘诀是靠严格饮食控管与大量运动。她拍摄《楚乔传》多数高难度动作都是亲自上阵，她也曾在微博分享自己的健身照，对于肌肉塑造相当重视。她过去曾说自己是易胖体质，因此格外重视饮食调配。如果为了工作的急速瘦身，她不会选择近似，而是选择正确食物，热量低但有饱足感的红豆粥就是其一。深入人心的内地影视剧女主赵丽颖杨幂上榜。近年来，大陆的电视剧喷冲而出，许多优秀电视剧都展现在观众的眼前，大陆的电视剧也迎来了希望的曙光。毕竟在这之前，许多人都还是以观看港台电视剧为主，而现在能够有这么多优秀的作品，这都少不了导演、编剧、演员们的共同努力，将大陆电视剧不断发扬光大。但是还是有一些流量作品、流量明星的出现，我们还是要审慎对待，不要让好不容易复活的大陆剧毁在他们手中。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有哪些电视剧中的女主能够真正的被大众所接受。杨紫主演的都是剧《亲爱的、热爱的》中的童年。说到杨紫，相信许多90后都认识她。网友调侃道：“我们是看着她长大的。”杨紫于2005年出演了《家有儿女》中的夏雪，当时这部剧可谓是火遍了全网，小编也是她的忠实粉丝，特别是她与张一山所饰演的刘星在一起斗嘴时的场景，可谓是经典。网友都说他们是青梅竹马的一对，但是长大后，他俩并没有走在一起，只是一对非常好的挚友。赵丽颖主演的古装剧《知否》中的盛明兰。赵丽颖出生于1987年，她的家庭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庭，父亲是一位人民警察，母亲则是商店的销售员。在她还小的时候就对演员这个职业有特殊的好感，所以成为演员是她的梦想。
但是由于家庭条件的限制，她虽然考进了空乘专业，但是却放弃了报考空姐的机会，只是在家附近做了一名普通的销售员。不甘平凡的她，一直还怀揣着做演员的心。机缘巧合下，她参加了雅虎搜星的节目，并且凭借自己个人的努力而获得了导演冯小刚那组的冠军。自此，她终于如愿进入了演艺圈，从其便开启了她开挂的演艺生涯。对于这样的机会，她异常珍惜，所以她一直都刻苦努力去提升自己的演技，一直都保持着谦虚的态度，获得的演艺界艺人以及诸多网友的好评。她演出了许多部剧，特别是古装剧，那些古装衣服简直就是为她而量身定做的。在出演《知否》中的盛明兰时，其人物特色等都被赵丽颖演绎得淋漓尽致。可能盛明兰的经历刚好与赵丽颖所经历的事情有许多相似之处吧，所以赵丽颖所饰演的盛明兰能够深入民心，被众人所接受。景甜主演的奇幻悬疑剧《司藤》中的司藤，景甜给人的印象是一种高冷的感觉，而且也是一位非常有颜值的女演员。她所主演的许多电视剧都获得了不错的评价。景甜小时候虽然体弱多病，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她跳舞。从小她便显露出惊人的跳舞天赋，在16岁的时候便进入了演艺圈，开启了她的演艺生涯。因为有着不错的演技和不错的容颜，被网友称为人间富贵花，但是却一直不温不火。直到她出演了《司藤》这部剧，她在剧中的妆容与古风穿搭，让网友们更是眼前一亮，深入人心，让人欣然接受。杨幂主演的古装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的白浅。好了，除了上述深入人心被大众所接受的大陆影视女明星排名不分先后，你还知道有哪些呢？